西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起床的时候，妻子卡尔普尼亚拦住了他。他前一晚做了噩梦，梦见凯撒的雕像血流成河，他哭着求他不要去元老院。凯撒的占卜施斯普林纳早在几周前就警告过他，3月15日之前要小心。那句话几乎成了那个时代最有名的占卜预言。凯撒的朋友们也陆续传来风声，说有人在密谋，说他应该带上护卫，说今天的元老院会议最好推迟。凯撒知道这些，却选择了继续走。他在出门前对朋友说，一个人若是整天活在对死亡的恐惧里，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英雄的豪言，但更可能是一个56岁的男人在看透了太多事情之后，对命运做出的最后妥协。他走进了元老院，占卜施斯普林纳就站在广场的一角。凯撒路过的时候，笑着对他说，你看，3月15日到了，什么也没发生。斯普林纳回答，3月15日到了，但还没过去。元老院会议的地点那一天改在庞培剧场的附属厅。庞培剧场里有一座庞培的巨大雕像，这个细节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的计划到了刺杀之后就几乎全部失控了。他们一味杀了凯撒，共和国就会自动复活，罗马人民会欢欣鼓舞地感谢他们。但事情的走向完全不是这样。消息传开的那一刻，罗马城陷入了恐慌，不是欢呼，是恐慌。商人关上店铺，市民躲进家里。布鲁图斯跑到广场上发表演说，试图解释他们的行动是为了共和国。底下的听众沉默地看着他，没有掌声。凯撒的妻子卡尔普尼亚派人紧急联系了安东尼，把凯撒的遗嘱和大量文件交给了他，这是后来一切事件的起点。元老院试图在混乱中找到平衡，通过了一个几乎自相矛盾的决议，宣布凯撒的行为合法，但同时又宣布刺杀者无罪，也就是说，同时承认了凯撒是合法的，又承认杀死合法的人是对的。这个决议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只是让所有人都看清楚了，共和国那套原本用来协调各方利益的机制已经彻底失灵了。罗马正在等待一个新的秩序，问题只是那个秩序将由谁来定义。凯撒死后3天，元老院允许了一场公开葬礼，马克·安东尼站上了演讲台。安东尼不是一个特别有远见的政治家，但他是一个出色的煽动者，而那个时刻他需要的正是这个能力。他没有直接攻击布鲁图斯，而是一遍又一遍地说，布鲁图斯是个正直的人，用反复的赞美制造了最深的讽刺，让每个听众自己去感受那个赞美背后的荒谬。然后他展示了凯撒的遗体，让所有人亲眼看到那23个刀口。最后他展开了凯撒的遗嘱，宣读了里面的内容。凯撒把他在台伯河畔的私人花园。凯撒死的时候，他的遗嘱指定了一个继承人，他的生孙乌大维，当时只有18岁。安东尼第一次见到这个少年的时候，几乎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一个没打过仗、没从政过，在凯撒最后几年也只是偶尔出现在宴会上的孩子，凭什么继承凯撒的遗产和凯撒的名字？安东尼告诉他，凯撒留给他的那笔钱很难兑现，继承凯撒的名义也需要元老院批准，言下之意，你最好乖乖退到一边去。但乌大维，西元前43年，乌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3人在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岛上秘密会面，达成了一个史称后3头同盟的协议，3人瓜分了罗马世界的统治权。
但这个协议还附带了一份东西，一份公敌名单，就像当年苏拉做过的那样。名单上的人包括了曾经反对他们的政客、富人，以及一批必须被消灭才能让三人安全的人物。西塞罗的名字在这份名单上。西塞罗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演说家和哲学家，他曾猛烈抨击安东尼，写了一系列被称为腓力比克斯的演说词，把安东尼骂得体无完肤。那批文章之犀利，让安东尼把消灭西塞罗列为了个人的优先任务。西塞罗在逃亡途中被追兵追上，据说他把头伸出轿子，说：“好好砍，动作利落一点。”他的头和手被砍下，送到安东尼的面前。西元前42年，屋大维和安东尼率军渡海，在马其顿的腓力比与布鲁图斯、卡西乌斯的联军决战。这场战役的过程比想象中更混乱。第一次交锋，安东尼那边打赢了，屋大维那边却输了。屋大维本人甚至差。腓力比之后，罗马世界再次被瓜分，屋大维掌管西方，安东尼掌管东方。安东尼的东方之行让他遇见了克利奥佩托拉，他曾经是凯撒的盟友，如今也成了安东尼的。那是一次刻意安排的相遇，克利奥佩托拉乘坐一艘用金箔装饰的大船，船帆是紫色的，船桨随着笛声拍打水面，他本人斜卧在舰首，扮成维纳斯女神降临人间。这个场景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他在对安东尼说：“我不只是一个盟友，我是一个配得上你这位征服者的王者。”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的决裂，在几年内从政治摩擦演变成了全面的宣传战，最后演变成了真实的战争。屋大维在罗马把安东尼描绘成一个被东方女巫勾引、抛弃罗马价值观的叛徒，甚至正式向克利奥佩托拉，而不是安东尼。亚克星角之后，屋大维率军进入埃及。安东尼在亚历山卓城试图重新集结，但他的军队一个接一个地投向了屋大维，最后连他的骑兵也背叛了他。有人给他传了一个消息，说克利奥佩托拉已经死了。后来人们认为那个消息可能是假的，也可能是克利奥佩托拉自己让人散布的，原因不明。安东尼得知消息后，让侍从刺穿了他的腹部，但没有当场死去，被人扶着抬到克利奥佩托拉躲避的地方，他的窗口，他被人拉上去，死在他的怀抱里。克利奥佩托拉知道屋大维。西元前27年，一个新的头衔被元老院授予了屋大维，奥古斯都，意思是神圣的、崇高的，一个不叫国王，却比国王更有分量的称号。屋大维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不像凯撒那样让人感到威胁，他不拒绝王冠，他根本就不需要王冠，他用另一种方式拿走了比王冠更多的东西。他保留了元老院，保留了共和国的形式，保留了所有让人感觉还活在共和制度下的象征，但所有真正的权力，军队、财政、外交、立法，全部在他的掌握之中。这套制度设计是政治史上最精妙的一次包装，它让那些渴望共和国的人以为共和国仍然存在，同时让那些渴望稳定和强人的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奥古斯都统治了罗马44年，直到西元14年才去世，那是罗马帝国历史。盖乌斯·尤利乌斯·凯撒在世界上留下的痕迹，远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要深。我们今天的历法，7月的英文 July 就是为了纪念他，儒略历是今天公历的直接前身。凯撒这个名字后来成为了皇帝的同义词，德文的 Kaiser， 俄文的 Tsar，
都是从他名字直接演化而来的。一个人的姓氏变成了一个词，这种事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越过卢比孔河，至今仍是英语世界里做出不可逆转的决定的固定说法。Vinny、Vidi、Vici 在2000年后仍然出现在广告、竞赛、电影和演说里。凯撒的高卢战记至今仍是西方大。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请订阅、分享并按下小铃铛，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我们期待下次见。